丧尸横行，场景阴暗。作为《生化危机》系列里它重要外传分支的启示录系列，凭借着其优秀的关卡设计与全新的怪物种类，再加上其登陆的平台数量，使其成为了许多玩家入坑《生化危机》系列的起点。启示录这个系列目前一共2部作品，并且都登陆在了不同的掌机平台，下到 3DS、PSV， 上到 Switch Lite， 都能体验到这个系列所带来的特殊的魅力。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2款画面与玩法都不错的作品，在各种掌机平台中的表现，究竟能不能达到让玩家们满意的程度呢？启示录系列截止到目前一共登陆了 3DS、PSV、Switch 3个便携平台，其中 3DS 与 PSV 分别占有启示录的1和2，而 Switch 则是拥有 1HD 版与2的完整版。3个平台虽然都有登陆，但是其的游戏体验与优化质量可以说是各有千秋。首先便是启示录1在 3DS 与 New 3DS 中的表现了。由于启示录1原本就是为 3DS 开发的独占游戏，所以在游戏的优化上没得说。卡普空亲自下场的工艺，让这款启示录1在 3DS 中维持稳定帧数的前提下，还有着十分优秀的画面表现力。游戏还针对 3DS 上下双屏做了十分精致的 UI 排版，上屏可以几乎无瑕地展示游戏的内容，下屏则可以实时地显示地图、武器等信息。双屏的配合使玩家在战斗中也能实时地获取信息，也不用担心地图等 UI 挡住画面，并且 3DS 版还有着效果十分出色的裸眼 3D 功能。无论是深渊病毒感染的各种怪物，还是船舱中阴暗的场景，都能为初次接触生化危机系列的玩家带来十分不错的初见体验。虽然表现已经是 3DS 中游戏的巅峰了，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因为硬件与时代而出现一定的限制。3DS 版的启示录1在战斗时画面会切换为第一人称，并且移动会变为右摇杆的功能，这就导致只要玩家掏枪瞄准就会变成第一人称站桩射击，使得战斗体验放到现在来看割裂感十足。并且由于老版 3DS 本身没有右摇杆，玩家想要移动视角就需要使用下屏拖动，整体操作略显蹩脚。不过好在后期的 New 3DS 新增了4摇杆与更多的按键，让游戏的视角转动与战斗体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虽然依旧略有遗憾，但 3DS 版的启示录的确是目前玩家可以在最小的设备上玩到的观看体验都十分不错的生化危机游戏。其次便是与 3DS 同期的 PSV 中登陆的生化危机启示录2了。虽然是 3DS 中独占的启示录的续作，但是本作却并不是一款基于 PSV 开发的独占游戏，甚至 PSV 移植版的发售时间还要比主机版晚了半年之久，并且移植也不是卡普空亲自操刀，而是授权给了 SE 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团队进行移植。最终这款启示录2也是不负众望的，以一个极其糟糕的姿态登陆到了 PSV 平台。虽然不是基于 PSV 开发的作品，但如果移植效果流畅甚至一般的话，玩家们都不至于说些什么。但是这部 PSV 的移植版相较于原版游戏，画面遭到了极大的阉割程度不说，游戏的帧数更是一大灾难，甚至在一些小场景中帧数一度可以掉到个位数，可见本作糟糕的优化质量，并且游戏的加载速度也十分缓慢，每次读条都需要等待最低2分钟起步，让游戏本就不多的体验又多了一份割裂感。不过游戏本身的品质还是值得一说的，双人可切换的新颖体验， PSV 多按键与触控的优秀操作手感，以及游戏庞大且丰富的内容体量，都使得本作即便移植效果如此糟糕，也还是有许多玩家坚持打完了游戏的全部流程。不过 PSV 版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优点，相较于主机版晚发售了半年的时间，并且自制优化不行，所以 PSV 版免费附带了启示录2主机版的所有更新以及 DLC 的拓展内容。虽说游戏的体验不太行，但是耐不住它的量大。PSV 版的启示录2就好比给当时的玩家盛了一大碗馊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PSV 破解超频技术的成熟，也是给这碗馊饭加上了一大勺玛莎拉来掩盖它的臭味。不过即便超频到了500频率，游戏的体验放到今天来看依旧算不上流畅。如果说 3DS 的启示录1是略有遗憾，那么这部 PSV 的启示录2本身就是一个遗憾。不过随着 3DS 与 PSV 的时代结束，掌机之争也悄然停息，任天堂 Switch 的重磅登场也是让便携游戏焕发了新的生机。相较于 3DS 时期连玩法都要阉割掉的特制版游戏， Switch 凭借着还算能看的性能，支撑起了许多当年的3A 作品的完整移植。其中的《生化危机启示录1 HD 版与2完整版更是在 Switch 中大放异彩。就算不看主机模式 1080P 跑满的效果，单看掌机模式的表现也是相当出彩。启示录1 HD 版作为登陆主机平台的优化版本，将 3DS 时期的第一人称瞄准改为了第三人称跃肩视角的射击，并且允许玩家像 New 3DS 一样一边移动一边战斗，让游戏的操作体验更加符合主机玩家的习惯，并且游戏的画面以及帧数都得到了全面的进化，
更加精致的贴图材质以及光影效果，让游戏的画面表现力更加优秀，并且帧数上也从原版的30帧提升至了60帧，体验更加的丝滑流畅。启示录1 HD 可以说是 Switch 中表现最棒的生化危机游戏，而启示录2完整版的移植表现也相当不错，与其他平台几乎相差无几的画面表现力，让本作的游戏体验非常优秀。帧数虽然是30帧，但是稳定性非常强大，几乎可以做到全流程不掉帧。相较于 PSV 版，本作的提升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并且这两款作品在 Switch 平台还支持陀螺仪瞄准，整体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紧凑。无论是游戏本身的质量，还是移植效果，都十分惊人。总的来说，Switch 版的游戏表现显然是十分优异的。Switch Lite 作为最现代化的纯掌机，小小的体型与优秀的游戏移植表现都相当抓眼。但是这也并不是说老一代掌机中的启示录就没必要体验。3DS 的启示录1保有了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的裸眼 3D 画面，并且双屏翻盖的设计能让期待十分便携的同时，为玩家带来与众不同的游戏体验。但是如果是 PSV 版的启示录2的话，就非常没有必要去尝试了。全部系统都稀烂的移植，狠狠地为 PSV 的棺材打下了一枚钢钉。如果不是为了情怀或者所谓的商品信仰，那么 PSV 版的启示录2是相当没必要体验的。毕竟按照现在的海信市场价格， PSV 与 Switch Lite 也就相差2张左右。不过事情也不都是绝对的，只要身为掌机玩家的你能够接受，那么无论它是优秀移植还是暴力移植，只要它能够揣进兜里随拿随玩，对于一个掌机玩家来说，在自己喜欢的小东西里能玩到自己喜欢的游戏，这就足够了。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就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吧。本期视频点赞破100就能快速更新下期视频哦。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